马绍信怎么也想不到，他只是演了一次林彪，就成为了101的代名词。在电影《大决战》上映后，马绍信的表演直接轰动全国，不少四野老战士们泪洒影院，直言太像我们的林总了。甚至业内还传出了马绍信之后再无林彪的极高评价。而在这部重磅电影开拍之前，马绍信其实只是鸡西市一个话剧团的普通从业者。当年《大决战之辽沈战役》这部史诗战争片筹拍，但是在林彪这个角色上，导演组一直举棋不定。拍吧，这个人物有点太敏感，而且演员能不能演出来也是个问题。但是不拍，东北战场是谁打的呢？最后，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，剧组直接开启了全国海选，前后后30多位演员同台竞争。参选的要么是深耕多年的专业特型演员，早就有饰演领袖人物的成熟经验，要么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，自带国民度和扎实表演功底。而马绍信没拍过几部大银幕作品，也没接触过这么顶级的影视班底，放在候选名单里格外不起眼。别说旁人不看好，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大概率是陪跑，都没敢想能拿下这个角色。可导演组偏偏敲定了他。导演组考虑到当时的特型演员大多被固定标签绑住，表演容易陷入套路化、脸谱化，演出来的人物缺少烟火气，更像教科书里的符号。而马绍信没有被特型标签禁锢，身上带着话剧演员打磨出来的细腻感，能跳出固有框架去诠释一个真实立体的历史人物，而不是一个刻板的荧幕形象。这份特质让他在一众竞争者里脱颖而出。拿到角色的马绍信没有半点沾沾自喜，反而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。他清楚自己没有先天优势，只能靠后天死磕。从拿到剧本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把全部心思扑在了角色上，连日常休息的时间都全部用来钻研，生怕辜负导演组的信任，更怕演不好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。想要演好一个历史人物，光看剧本背台词远远不够。马绍信从一开始就认准了，要演就演真实的林彪，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文字描述。他放下手头所有事儿，四处走访四野的元老，亲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同志，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，一点点挖掘教科书里没有的细节，把人物的性格、习惯、小动作摸得透透的。走访过程中，老同志们跟他聊起林彪性格极度内向，平日里话少得可怜，能说3个字绝不说5个字，肢体动作也极少，情绪从来不会外露，全靠眼神和细微的表情传递想法。这和很多人印象里的将领形象完全不同。得到这些关键信息后，马绍信彻底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表演思路，全程走克制路线，放弃夸张的肢体和语气，把所有表演重心放在眼神和微表情上。老人们还特意提到，林彪有2个标志性的习惯，一是离不开军事地图，思考战术的时候总会拿着红笔在地图上反复标注，眼神专注的容不下任何外物；二是手里总攥着一把黄豆，思考问题时会细嚼慢咽，这个小动作成了他梳理思路的专属习惯。为了把这2个细节演好，马绍信直接把烟酒茶全戒了，只吃黄豆，时时刻刻揣着地图和红笔，不管是拍摄间隙还是日常生活，都在反复练习标注地图的动作，攥黄豆的手势，就连走路静坐的姿态都刻意朝着林彪的习惯靠拢。他还专门把对角色的解读、挖掘到的细节、表演的思路密密麻麻记在笔记本上，一页页翻，一遍遍改，小到一句台词的语速，一个眼神的停顿都要反复打磨。他知道林彪说话简短精准，每一句都带着分量，所以他沉下心来磨台词，不追求语速快，只追求每一个字都稳都准，把人物内心的沉稳果决藏在看似平淡的台词里，藏在不动声色的眼神里。这种沉浸式的打磨让他慢慢摆脱了演员本身的影子，一点点贴近角色的灵魂，从形似走向神似。演技磨到位了，拍摄过程中的苦马绍信也一点没少受。为了贴合角色状态，他扛下了酷暑、严寒和严苛的拍摄要求。拍塔山阻击战相关戏份时，正值酷暑，室外温度直逼40多度，地面被晒得发烫，而他必须穿着厚重的呢子军装，裹得严严实实。角色要求林彪时刻保持沉着冷静，哪怕战况焦灼也不能有丝毫慌乱，所以拍摄时他不能皱眉，不能擦汗，哪怕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，浸透了里面的衣衫，也必须保持站姿端正，眼神沉稳，一动不动地完成拍摄。
一场戏拍下来，军装能拧出汗水，可他从来没喊过停，只想着把角色演到位。还有张武车站的拍摄戏份，因为要配合车站正常运营，剧组只有早上6点到8点2个小时的拍摄时间，窗口期很短。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，马绍信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化妆，光妆容就要化1个小时，天还没亮就赶到片场待命。当时的气温已经低至-20度，寒风刺骨，片场没有多余的取暖设备，他怕化妆花掉影响拍摄，也不敢靠近火源烤火，就穿着军装直直地立在寒风里，等着开拍指令。即便手脚都冻出了裂口，浑身僵硬，他也能瞬间进入角色状态，眼神里的冷静果断丝毫不受影响，把林彪临危不乱的气场演得淋漓尽致。整部影片拍摄期间，他始终保持着这份较真儿和敬业，把自己完全活成了角色，没有一场戏敷衍了事，没有一个细节偷懒糊弄。影片播出后，瞬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，不仅收获了业内高层的高度认可，更打动了无数观众，尤其是那些亲历过辽沈战役的老兵。看到荧幕上的他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101，不少人看着看着就红了眼眶，直言他演得太真实，太戳心。凭借这一次出演，马绍信彻底走红，之后在几十部影视作品里再次饰演林彪，成了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101。可他从来没有被这个经典角色困住，没有局限在特型演员的标签里，后续又塑造了阿部规秀、座山雕等风格迥异的角色，每一个都演得入木三分，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演员，而不是只能靠一个角色吃饭的特型演员。他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好演员从不是靠标签定义，也不是靠外形讨好，而是把心沉进角色里，用诚意和实力留住观众的认可。